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门大统领的频道啦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拍摄女朋友的经验哦。当然，我现在女朋友已经是我的老婆了。可能因为这些年我的摄影技术有那么一点点精进吧，所以才有这种可能性。那现在的话，可能摄影技术是现代男性的一种必备技能了吧。无论是和一些女性朋友出去聚餐也好，和自己的女朋友、老婆出去吃饭啊，或是去旅行也好。那拍出很好的照片，那可能是一种非常好的想体验吧。当然，如果你的女性朋友或者你的女朋友看到你拍出这么好看的照片，那么你在女性心中留下的印象非常好。那我就总结一下我这么多年来经受住无数次的毒打之后，能够总结出来的5条小经验吧。哦，那当然，我先给各位看一下我以前的拍摄的照片是怎么样的，是这样。还有这样的，没错，是不是很可怕？一开始的话，我完全，甚至连对摄影机的一些知识都没有，光圈、快门我也不是很了解，构图的话我就更不懂了，等于说是完全就是拿台相机，然后开到自动挡，随便按一按，根据自己的感觉。那当然，根据自己的感觉去照，肯定只是自己觉得好看，别人不一定觉得好看。那在我遇到我的女朋友之后，那她就给了我一些非常有用的建议和督导。那我慢慢的去接触一些摄影之后，学习一些知识和经受无数次毒打之后，我的照片慢慢进阶成这个样子，这样，还有这样的，是不是比一开始好了很多？当然，这只是可能你就会相对的去考虑一下。女生哪个角度好看，然后哪个景色和这个女生今天的这个服饰比较搭配吧。关于如何去把女生拍好这件事情，我也不敢说我是一个专家，但是我至少很有经验。对，我拍了很多年，所以我敢说我很有经验。那我现在拍出来的照片基本是这样，还有这样的，不敢说是什么所谓的大片，但至少能让我的女朋友非常的满意。那当然，这些照片也是从100张之中挑出1张的那种，所以几率还是很小的。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么多年来总结出了5条非常有用的经验。那么第一条的话，就是你要利用你相机的快门。什么叫利用你相机的快门？就是现在相机的话，基本上你连拍它的性能都不会太差。所以的话，你在不知道如何去帮女生找好一个角度拍摄的情况下，我建议你长按快门，然后利用相机的连拍功能，在女生不经意间做了一些小动作之后，拍下的照片，然后再从这些几十张照片中选出那么几张还不错的角度来。当然，这个可能会比较损害相机快门。那当然，如果是老法师，不要像我这样做。但是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小窍门其实对我来说是很有用的，因为女生说要抓拍，你不可能这样子拍一张一张拍，是根本抓不到的，只能用连拍。那第二个窍门的话，就是利用长焦镜头。那可能很多朋友会看到有一些相机标配的都是，比如说28到70毫米的焦段，或是说有些标配一些标头，像富士的那种 X100V 的话，它配的是那28毫米的镜头。说实话，这种镜头焦段比较偏广角和偏人文35毫米焦段的话，其实是不太好拍摄的。就是我现在我也不会很喜欢这些焦段，因为我只会用这些焦段去拍一些街拍啊，或者扫街，或者拍一些比较人文的东西。但是拍女生的话，其实我建议一开始你不要想别的，就选大光圈长焦镜头。那大光圈和长焦镜头有什么好处？它首先的话可以给你制造很强的虚化，就是网络上所说的傻虚。当然，你们已经会摄影的人可能会嗤之以鼻，哎呀，虚化有什么好？这就傻虚嘛，很傻的。但是虚化的话，说实话，你能把整个景变得相对比较简单，把整个照片中的中心放在女生身上，能够集中突出这个女生，所以这是把女生拍好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。所以，而且大部分女生她都喜欢这种所谓的傻虚，你不能说傻虚，它就是一种虚化，就是一种风格。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坏处。那长焦镜头为什么我会首推长焦镜头而不是大光圈镜头呢？首先，长焦镜头的话，你比如说70毫米到200毫米的焦段，
你不需要很大的光圈，你就能拍出很虚的照片。而你如果比如说像50毫米 1.8， 或是说35毫米 1.8， 有时候它拍出来的虚化效果并没有残焦那么漂亮，而且残焦有时候可以拍出意想不到的结果。现在，所以经过这么多年器材的选择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残焦是可能我推荐的第一颗镜头吧。第3个点的话，我建议大家是多去看一些优秀的作品。这个可能大家都会讲说，那看优秀的作品，嘴上说一说好，这不算是什么技巧。但是我建议的是，你在看完这些优秀的人作品的情况下，把他的照片截图或是下载下来保存到手机里。等到你们下次出去玩的时候，然后再把手机掏出来看看你们上次收藏的那些优秀摄影师的作品。然后比如说女生的姿势他们是如何摆设的，然后一些取景的角度是怎么样的，你可以完全按照这些你收集而来的作品来作为一个模仿，完全的模仿它。等到你模仿数量够多了，你可能就不需要一直看手机，你就会心里有个大概，大概是这样子什么情况，把这样子人比较好看之类的。你比如说最简单的，女生一般你想显她的身材好的时候，把她的脚放在整个画框里的最下面啊，然后头是一定不能顶到画框的最上面，这些一些小技巧之类的，然后甚至包括你如何拍细节之类的，那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通过模仿来实现的，所以这是我非常建议的一个技巧。第4点的话，我想给大家的建议是挑好时间去拍摄。什么叫挑好时间去拍摄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如果是去旅行也好，去外面拍摄也好，那太阳的角度其实最漂亮的时候是日出之后大概3小时左右吧，然后还有日落前的一段时间。然后这个时候的话，太阳它的角度基本上是快呈现。不敢说45度吧，可能20-30度的样子，然后照射到人的脸上会产生一种比较好看的光影，然后这时候的光线也相对比较弱、比较柔，所以你再用相机拍出来的话，女生的肤质你都不怎么需要 P 图，它都会显现的比较好看。那你如果是正午大阳光去拍摄的话，那光直接从顶上打下来，而且是非常硬的光，那你整个脸的阴影会非常难看，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看的效果。所以正午时候的话，要么你就拍室内的场景，要不然就是利用反光板或是利用一些阴影来拍摄吧。那当然，如果是大阴天的话，我刚才前面所说的是关于晴天了。那如果是阴天的情况下，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。那阴天的话，它有云层的话，它会已经把光线过渡的比较柔和。那这时候你可以根据一天24小时的一些变化，光线的变化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角度。当然，我这边想说的是，光线非常重要，所以你在利用光线的时候，一定要找好角度。那第5点的话就比较简单了，就是多拍。没有说什么，就是老师以前常常所说的，那量变就会产生质变嘛。那你如果多拍摄，无论你拿手机也好，拿相机也罢，这些设备的话，一开始它只会是你的一种起点，就是设备它可能只会就是限制你的底线，那它不会限制你的高点。人家都说了嘛，摄影的极限是你的审美，而摄影的底线可能就是你的设备。那你只要有一台，现在说实话，现在手机都不会太差，只要有一台手机都能拍出还不错的照片。即使在家里的话，比如说你把一些茶具什么的置景一下，然后试着让女朋友摆一些还不错的姿势，然后你选择一些角度去试着拍一下。那这样的话，你会慢慢的进步。等到你去外面拍摄的时候，跟一些比较大的场景啊，或是比较好看的风景结合的时候，这样子能拍出更好看的照片。那今天我总结出来这5点，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。就是网络上也有很多其他的关于如何把女朋友拍好的小 tips， 甚至还有一些关于修图 APP 的一些 tips， 这些都很多。但是最重要的，我觉得就是实践吧。那你如果不去实践的话，光听这些理论，我觉得是没有用的。更重要的是跟镜头前的这些女朋友说一下，比如说，其实要求男朋友拍好照片是很简单的，但是其实自己也需要去懂得如何配合男朋友去把这些照片拍好。就比如说，你要学会一些穿搭的搭配，你比如说今天要拍一些雪景，那你可能要
选择一些怎么样的衣服去把雪景衬出来，或者说你想跟雪景形成一种反差，你就穿的比较艳一点，或是怎么样的。那比如说你去沙漠里面，你要是穿个红色或者穿个白色，那就非常的合适。所以在衣服的穿搭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很难说，不能说就是男朋友摄影技术再好，那如果穿搭的很糟糕，其实也是不行的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男朋友不要做器材党。玩摄影的话，你如果买太多镜头、买太多相机是没有用的，还不如把这些钱省下来，去给女朋友买一些装饰品，或是说一些穿搭用品。那这样拍出来的照片，远比你去换一大堆没用的相机会更有用的。好的，那我们大同你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再见啦！